你好，丽丽，我是方明。我从来看到你在荷兰，我非常喜欢你，你特别漂亮，很美丽。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丽丽，你要当我的女朋友吗？丽丽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吗？因为我不可爱吗？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镜头上呈现的是一个可爱的男孩，他只有24岁，对他来说，这段爱情除了要跨界国界之外，还要跨越年龄，因为他的女朋友比他大出了整整9岁。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法明24岁，来自赤道几内亚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丽33岁，来自重庆，是一名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你们哈！对面的这个小伙子是你什么人？男朋友，以前的男朋友，但是现在是有问题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去年12月，我的朋友，中国朋友过生日，他过来开始说话跟我。那天他很热情，还有漂亮。那天是朋友生日 party， 然后呢，那时候我不认识他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也比较喜欢跳舞嘛，所以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男生还不错，跳舞还挺棒，然后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了，就互相留下联系方式，就联系。后面呢，圣诞节的时候他就约我出来了，这样子。啊。那天我想表白他，我告诉他我喜欢你，但是他告诉我不行，因为他有男朋友，他的男朋友在外地工作。哦。那个时候我没有答应他，就是只以做朋友的心态那样子跟他。你当时是真有男朋友吗？对，真有男朋友。啊，你告诉他有男朋友之后，他还追你吗？有过一次。后来我看他的微信，我知道他有问题，我问他你有什么事，他告诉我他刚才分手跟他的男朋友。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很开心，第二次我表白他。那个时候我刚跟男朋友分手了，我想调整一下我的心态，我不想那么快再投入一段新的恋情，就是我是只能还是做朋友。等于你又拒绝了他。对，拒绝了。他身上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，让你一直不停地追求他？因为在重庆我没有多朋友们，那时候我的手断了，我住医院很长时间我不会动。他每个周末来学校买我吃，买我东西，还有我去3点买书，回来的时候我迷路，给他的电话，他告诉我别着急，如果有中国人在你的旁边，给他手机，他说话跟他，这个中国人他帮我到学校，所以从那个地方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他。明白了。对，这个对于一个，别说外国人，就是一个中国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如果你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为你做这些事，你当然也会更加的喜欢她。对。为什么去照顾她呀？因为怎么说呢，开始的时候就跟她关系还挺好的，然后的话爱好也一样，是以朋友加上姐姐的心态去照顾她的。共同爱好是什么呀？说了半天。就是喜欢跳舞，然后足球也挺喜欢的，这一点共同爱好。你也喜欢跳？对。你们俩能跳一下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欣赏一下啊。转吧。行了吧，你们俩老跳舞吗？我原本想象是特别默契的，后来发现怎么是那么不默契的，所以这也就出了问题了啊！这是共同爱好。因为现在状态不一样了嘛，肯定没那么默契了嘛。一开始是拒绝，对吧？你后来为什么同意说让他做你男朋友呢？他不介意我的年龄，这是我挺感动的一点。在中国，别说女孩子大，差不多10岁，就是3岁5岁，别人也不会很接受。这点我挺感动，他不介意我的年龄。其实开始我拒绝他的时候，2次没有答应他。就是因为我心里其实挺介意这个年龄的。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，我喜欢他，我不管他的年龄。在你眼里他是33还是23？
我觉得20。20啊？对。哦，你看你介意年龄，结果人家小伙子不介意。后来呢？而且还有一点，我的爸妈也不让我愿意跟一个外国人谈恋爱，或者说走得更远，而且说我也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跑到国外那么远。但是他愿意为了我留在中国，这点很难得了呀。这一点证明这个男生真的很爱我，可以尝试一下，试一下。那怎么现在就变成了前男友了呢？我尝试跟他交往了，但是后面才发现很多问题。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比较开放一点，我不太能接受，因为中国人比较传统。有一次吧，你过生日了是吧？那天我上班加班比较晚，然后呢我下了班打车提着答案过去，结果推开门一看怎么着 ？OK， 你跟别的女生亲上了，知道吗？虽然是亲脸，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。我没听懂什么意思，就是你一推门。哎，看到了什么？看他亲别的女生的脸。这个亲有很多，比如说那个女生刚进来，他跟她行了一个贴面礼，那是打招呼，是一种亲法。但是不是刚进来，我推门看到他抱着别人亲呢，就这样。正抱着亲。对，抱着腰亲别的女生脸呢，就那种。哦，不是，我的同学送给我礼物啊，然后我亲在这里还有这里，这个不是爱亲的亲。那我听明白了，就是别人送他个礼物，他说谢谢，亲了2下，是这意思吧？这个是小问题。之前你跟别人跳舞什么的，我就说过我不喜欢。那么你应该想到我的感受，你知道吧？你应该告诉你的朋友，我的朋友是中国女生，中国人，她不喜欢这样子，知道吧？啊，行，在所谓礼仪的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还有什么吗？还有就是，后面他为了这个生日事情跟我道歉，然后约我出去吃饭，他的朋友加上我，我们4个人。你知道我们4个人，他就点了4个菜，来一盘吃一盘，来一盘吃一盘，一下子桌子就光了，就空了，知道吧？这不是挺好吗？不浪费，我也挺喜欢。对。但是你看什么场面是吧？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吃饱呀，人家所有人都看得过来，你让我怎么下了台呀？就这样。不是你接着点呢？他后面他是点了一个汤能管饱吗？那不是喝就感觉要赶人走的意思是吧？这个是小问题。对，这个真是小问题，我觉得。但我觉得这不是小问题。任所有人都看过来了，你让我怎么出啊？我差点找个地儿钻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不，这有什么呀？我不要浪费酒。我知道不要浪费啊，我刚刚都说了，你要看什么情况嘛，是不是？不是你一个人吃啊，而且我没吃吧，可能就是我太能吃了吧。不是，你到底是觉得面子上下不来台，还是你觉得这小子有点抠啊？对，我觉得挺抠的，所以这个文化差异这个跟爱情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啊，你可以教他呀。但是屡教不改这个问题很严重，知道吧？可是人家也没在乎你年纪啊，你的年纪还改不了呢。就为这事儿你们就分了手啊？那倒不是，事儿还挺多的呢，事儿还挺多的呢。你看交了那个男女朋友过后是吧？以前是朋友，联系的比较多一点。男女朋友过后呢，他就是自己干嘛干嘛，从来不告诉我，发短信、微信什么的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你干嘛去了，就感觉跟我以前单身时都一样的，就根本没有把我放心上，不当我是你的女朋友，知道吧？那时候我在准备我的考试，我来中国学习，我没来中国玩。你有那么忙吗？24小时在上课，24小时在干什么？你不会说告诉我一下，发个短信什么的，几秒钟、1分钟时间总够了吧，是吧？那你说你考试你在忙学习，这才是一个。结果呢？你去酒吧玩了，我朋友看见我，你悄悄去了，知道吧？你说在学习，你去酒吧玩了？这个是好考试。我的好朋友刚才分手跟女朋友，所以他心里不好。他告诉我你会陪我住啊，一起住吗？他的朋友就告诉他，我看你的男朋友在酒吧玩。但是你说你在考试，结果转而立马就在酒吧了，而且也是悄悄的瞒着我的，那你让我怎么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觉得他没把我当女朋友，不在乎那种，不够珍惜那种。你希望其实是跟他再腻一点，对吧？是的。他老是跟你保持距离。对。我们有外国人有一个事情。隐私，我不会告诉他我的隐私。隐私。你开始说你在考试，结果我朋友看你在玩，你还跟我说是隐私，那你觉得是隐私吗？这个事儿，不纠结了，因为你选择了一个外国朋友谈恋爱，其实就面临着你刚才所讲的所有这些问题。我觉得爱情是很容易相处太困难了，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是严重的影响我的工作，知道吧？我是做销售工作的哈，我的客户呢几乎都是男性客户，然后我就看一下手机，他就立马就不高兴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当然不高兴。我看那个东西很奇怪，有么么哒，所以我拿过他的手机，因为我要看。我跟你说了是我的客户，你就不分青红皂白的，然后拿过手机去看到那个什么很害羞的表情什么的，他就立马给我客户删除了，知道吧？把我客户删除了。说小一点哈，一份工作而已；说大一点，不是给我人脉整没了吗？而且严重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呀。我也挺奇怪的啊。对，你看。你介意他跟别的女生行贴面礼，
那你为什么跟男客户么么哒呢？您知道，就是我做销售工作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你做什么工作，你也不能么么哒呀。就是其实一个感谢的那种表情，就是几个表情符号而已，那其实没什么，就大家开玩笑调侃一下而已。这个我相信你们带过的可能应该也有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。可能他觉得我有问题了，因为看不懂中文字儿，看表情就给我客户删除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男生挺幼稚的，如果还往走下去，以后的更多的麻烦。但是这个我听了，基本你也想明白了。那您今天干嘛还来呢？因为从认识到现在也有这么久了，他为我改变也很多，愿意来中国这些，我很感动。所以说他来这里 ，OK， 我觉得很诚心。那么我也陪他来这里，就是请大家的帮忙。就是你对这段恋情还有一些眷恋，只是说我可以爱，但是我怎么发现处理起来就那么难呢？是这意思吧？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说一个数据调查，我们曾经做过异国恋的恋爱调查，恋爱矛盾60.3%都是发生在生活细节上，也就是生活琐事上，这是异国恋。但同样的，对于所有的中国恋人，也是60%多的发生在生活细节上。所以我第一个先建议二位不要老说我们国家的习惯，因为这只是个人习惯。就包括中国也一样。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区域也会有不同的习惯方式。为什么哭啊？是觉得挺难的是吧？你那数字吓到他了？是因为数字吓到你了吗？不光数字说的，觉得蛮对的。说到心里的感受。但是回过头来，我还要先跟女生讲一下，作为一个33岁的成年女性了，其实有一件事情你是应该非常清楚的。不管你跟什么样的男性谈恋爱，你们都会遇到生活标准的不同。所以我想，女孩现在对于你来讲，不是要去区分我们两个到底哪一些问题应该符合谁的标准，而是首先你们需要去谈论一下，你们会遇到哪一些问题，慢慢的去接受对方跟你的差异和不同。我觉得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，你可能需要自信一点，你足够有美丽。足够你有智慧，能够去征服一个男人，不管他年龄小年龄大，而且对于他来讲，包括现在很多中国男性也会找比自己大很多的姐姐，因为他们会发现这样的女性更懂得关心人，更温柔，更体贴，所以没有太多的问题，只需要你增加你的沟通技巧就可以了。问女孩2个问题，第一，你相信姐弟恋会成功吗？相信。第2个问题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不一定是跟他，自己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年龄。这么说吧，可能我说出来想法比较幼稚。我是那种相信爱情的人，我不会因为年龄很大随便嫁了。我觉得那我不可能做得到。也许很幼稚，但就是我真实的想法。你大概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吗？在自己多大的时候结婚？目前的计划35岁之前这样。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，可能在你上一次恋情当中，可能你都准备结婚了。为什么给我这种感觉呢？我感觉你跟他的相处，你是非常着急，你着急于自己的年龄，你始终是在说，我比他大9岁，他不嫌弃我比他大，而在整个的相处当中，你都非常急，你的节奏很快，而他恰恰节奏很慢。你想一定要有他的陪伴，他还在想我要了解中国呢，我要多交朋友呢。你想他一定会跟你很有默契。但是不好意思，你们一开始跳舞的时候丝毫没有默契。他本来这个手势已经是给你要转的手势，你根本就不转。你很有自己的那种感觉，你甚至于希望他在跟着你的节奏走。从跳舞是可以看出来的，从你们相处也是可以看出来的。如果你真是说没有对自己的结婚年龄，或者说对自己的年龄有一个限制，说我要赶紧结婚，我要赶紧步入婚姻的话，你其实是应该放慢节奏，跟他在一起，同一个节奏，你们才可能共振。可是不好意思，你选择了一个国外的友人，认识也才8个月，他还在处于一个希望从你这儿多一些依靠，多一些帮助，让他能够了解中国，喜欢中国上的文化，多交一些中国的朋友的阶段。而你可能已经在想，我要把他作为我今后有可能的丈夫，他要给我足够的关怀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他对中国一无所知，你还得慢慢教他，你有没有耐心？比如说他删你的短信，你自然而然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太幼稚。你想依靠他的，你想找一个人依靠的，可恰恰不是
他从跟你交往到现在，他其实一直是想依靠你的。你们俩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而在相处当中，你又拼命的想节奏很快很快，他跟不上了。如果说你要想跟他在一起的话，一定要把自己心态放平和，跟他可能短时间内一定不会谈婚论嫁，因为他需要时间磨合，慢慢的磨合。可你给的磨合时间太短，好吗？想清楚，做选择。你们俩之间的恋情有点像一个外乡人到一个本地的餐馆去点菜，女生上了餐桌之后闷闷不乐，不知道该吃什么。男生非常殷勤地说：“你吃这个吗？或者是尝试吃吃这个。”但女生说随便。于是男生点了一大堆的菜，但是你没有一个是可口的。挑挑这个说不好吃，挑挑说那个不好吃，但同时内心又非常感恩于男生对你的殷勤，对你的付出。我觉得你很像这种状态。我们说婚姻和爱情一定是建立在希望的基础之上，但很显然你有点自欺欺人。就像你一坐上那个桌子，你就知道点出来的菜几乎我都不合胃口，但是你不说，依然让他殷勤的在点。点了之后，你又说这个不好吃，那个不好吃，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没打算吃这一桌子菜。就经常有女性说，其实她一开始就知道我这段感情我是没有结果的，你自己很清楚。不光是你自己不自信，你知道家庭也会很反对，你知道的，但你不说。为什么不说？一方面是因为你内心不够自信，一方面是年纪稍微有点大，于是你采用了观望的角度。就像很多女生所说的，处处再说吧，看看他怎么表现。于是你在和他接触的过程当中，从对方的表现过程当中，你获取了两种感受。第一种，感动，但这种感动是一种自作多情，因为你觉得是事儿的事儿，他觉得根本不是事儿。比如说年龄，比如说距离，你觉得好感动啊，但其实你认为这是事儿的事儿，他根本认为这不是事儿。第二点就是你认为不是事儿的事儿，他认为很是事儿，比如说隐私，比如说点菜等等。你刚才说他翻了你的手机，删掉了你的一个客户，你刚才所形容的词语是说他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，有那么影响吗？你要是真喜欢一个人，即便他做了不对的事情，删掉了你一个手机，因为爱你，因为吃醋，你应该是既欢喜又有一些责怪，应该是一种复杂的感受。可是你不是，你觉得他严重的影响了你的生活，这个话听上去像个外人。所以不要被自己的眼泪感动，也不要对对方的不是付出的付出感动。既然跨越不了自己内心真正不爱的自私和那种悲观情绪，就趁早放手。就这样。我不要我们分手，我真的爱他。啊，你有想过娶她吗？我不知道，毕业以后可能我们结婚，但是原来的生活真的我不知道。对，未来的生活不知道。我们还是要谢谢这个法明的这种坦诚，他至少坦诚的说，对于未来他是不确定的，你自己要做选择，不要因为好像觉得我们今天是跨年，我们欢欢喜喜的，你就按咱中国人那个思路来，过节呀得喜庆，得喜气洋洋。你说我配合一下，我跨在一起吧，想清楚，今天的跨越一定不为别人，只为自己。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丽丽，我不要我们分手，真的，因为我真正爱你，所以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。和你认识到现在这么久，说实在，有点喜欢，也有感动，但是相处我觉得真的太累了，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再往前面走，所以说我觉得你让我再考虑一下。谢谢两位，来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官们，老师们向他们提出了选择的可能性，
最后的决定要他们自己来做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节目。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，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。这个女生会作何选择呢？请开门。来吧，法明。我的心里不好，心里不好受啊。对，其实我是看到的，这个门已经转动起来。其实女生在最后一刻选择的放弃。新的一年开始了，祝你在中国生活学习愉快。谢谢你，请回。谢谢你们老师。谢谢啊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